我現在面前的是華為前2天發布的，但是雖遲但到的3折旗艦華為非凡大師 Mate X-T。我們一起來開箱看一下，怎麼打開啊？這樣，先這樣抽開。哎，好家伙，很長啊！我們先把這個機器啊拿出來。哦，這樣放在一邊，我們看看一下配件啊，有一個88瓦的3接口，分別是 USB-A、USB-C 和一個單獨的 USB-A 這樣的一個接口插頭，它可以同時給2台設備進行充電，一個車載充電器啊。這裡隨即帶了一個華為 FreeBuds 5啊，一個銀色的，這邊應該是手機殼，然後這裡有一個支架，對不對？水平方向可以橫屏使用，一會兒我們佩戴上看一下。然後這邊是一個66瓦的，也是 A 口和 C 口雙接口的這樣一枚充電電源。然後這裡呢有2根数據線，其中一根呢是雙 Type C 接口的，另一根呢是 USB-A 轉 USB-C 這樣的一個数据接口。好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不得不說，這個3折其實要比我想象中要小一些。我們現在把它機器拿出来，1、2、3，當當。這個顏色其實大家不陌生，對不對？因為我是第一次看這款機器啊，我先給大家觀察一下細節。首先右上角有一個片兒，這是什麼？寫的是設計並且加工是由華為完成的。根據我的推測啊，可能是在這個位置呢，需要有一個怎樣的工業設計，然後華為拿這個做一個遮擋，有一點點像之前 Pure 70 Ultra 攝像頭下邊那個小凸起一樣，就是把一個工業設計上的難題作为一個小裝飾，這是我的一個推測。後邊是3個素皮暗紅色素皮材質，經典的8邊形鏡頭，3顆鏡頭，一個主鏡頭，一個超廣角，一個5.5倍的長焦，這個真的好薄啊！因為它要3折嘛，所以你必須得保證每一折都足夠的薄。現在是還沒有給它進行人生第一次彎折的情況下，再看一下折痕。现在折痕呢，应该就是这款手机最浅折痕的状态。然后我看一下怎么折啊，第一次啊，左上方这里有一个前置镜头，我们来给它折一下，这边是往这边折，我们别折反了，然后给折坏了。哎，哦，那这边应该是往外折，对不对？这样，哎，这款手机上手呢，你们会感觉，当然在展开状态下非常的薄，就是这个薄度啊，让人非常满意。但是在折叠状态下呢，就是还有点厚度，这个厚度呢就很像早几年，就是这个折叠屏刚刚推出那个时间点的那个厚度。厚度呢目前是12.6毫米，最薄的应该是3.6毫米吧，3.65毫米。这款手机的重量呢达到了308克 ，Mate X5。250克，308克呢就已经能够感受到重量了。所以在视频最後，我會跟大家講一講這款手機我推薦給哪部分群體。這個位置我剛才研究了一下，叫做岩紋，就是這個是不鏽鋼的一個鍛造，然後上邊的這個紋理啊，是每一款手機都獨一無二的一個存在。然後這款手機呢是搭載了一個5600毫安時的電池，華為是把電池做到了1.9毫米，分別放在了這一片以及這一片。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鉸鏈，無極懸停的效果已經非常好了，包括這一片。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可以期待一下 Mate X6、Mate X5 用我之前使用的一個場景，看到了嗎？它會有一個回彈，但是看到了嗎？所以這個真的是華為目前最強的鉸鏈，我也非常期待它會用在 Mate X6上。哎，Mate X6怎麼還沒來？難道你就是 Mate X6？然後當它的第一彎折的時候，它不是彎這塊啊，它是彎這一片，屏幕從這邊點亮來到了這邊點亮，它有一個動畫是從這邊從左向右滑過來的。然後當你打開這樣的一個效果的時候，這就是一個正常的折疊屏了，對不對？基本上就和 Mate X5 差不多，對不對？然後當它第3折打開，大家再注意一下這個動畫啊，哎，看了嗎？它又有一個從右向左推動。在這個位置呢，我要給華為提一個意見，如果一個用戶啊，他使用一段時間對這款產品沒有那麼的熟悉的時候，他是有一定可能向內彎折，試圖去收起手機的。所以我在想，華為能不能在設計上加一些引導呢？就告訴用戶這個位置，對吧？它是向內彎折。這款手機殼呢，內部是沒有膠條的，上邊下邊扣住。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個細節是華為在這個位置啊，增加了一個保護槽，日常實際上是起一個保護作用。後方有一個支架，這個是它可以旋轉。午飯的時候邊吃飯邊追個劇，縱向擺放的時候，你就給它旋轉到這個位置，哎。然後這個位置呢，本身是有一個彈簧機構，然後通過磁鐵來完成吸附。三者打開之後呢，官方给出的比例是16:11。我們傳統的顯示器現在比較常見的16:9很多，也有16:10，像華為的筆記本就是16:10。接下來呢，我給大家介紹一下，目前大家最常用的幾款軟件在這款平板上的一個使用體驗啊。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微博，這個是類似於平行世界，就是当我點開這個。左邊就進入時間欄，右邊呢就進入這條文章的正文以及評論區，然後我可以在這裡來進行左右分屏的調整。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小紅書啊，我認為小紅書就是適配的比較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完全利用了這塊屏幕瀑布流時間線的形式給大家展現。然后比如說我想看一個視頻，哇，這個蛋糕好漂亮啊！如果我給大家找一個橫屏的視頻。我認為小紅書對於平板以及這種折疊屏的適配，應該是目前國產社交軟件裡做的非常好的了。然後這個位置你也可以給它豎過來，大家看豎過來的時間線是這個樣子。我認為這樣的一個時間線表現也很好，對不對？你可以在這刷，然後在這看視頻。再給大家看一下頭條，頭條目前的適配呢跟微博比較像啊，就是比較基礎。左邊呢是時間線，右邊呢是新聞內容。視頻應用我們先看抖音吧。抖音這個適配，我認為也是目前比較好的，充分的利用了這塊屏幕的特點啊。比如說豎屏的視頻，我就可以給它豎過來觀看。這腿也太長了吧！它不会去強制全屏，因為我們現在手機很多都是19:9，对不對？19.5:9的這樣一個比例。強制全屏之後啊，這周圍的周圍的這個內容就會有一部分被裁切掉。如果你橫屏刷的話，哎。這是不是蠻爽的？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B 站啊 ，B 站呢目前適配的就沒有特別全面，就是那種平行世界。比如說我當點開一個是左右分屏，然後全屏，然後你可以去給它自己讓它全屏，當然會裁切掉一些兩邊的內容，但是整體上來說呢，效果是不錯的。看一下腾讯視頻，腾讯视頻目前的這個布局，我覺得就要比 B 站適配的更好一些。它這個應該也是一個全平台通用的一個布局。我們隨便也是點開一個電影給大家看一下。騰訊視頻呢是不能无極去縮放屏幕的，它只有全屏和這個原比例。電商平台呢，我們先看一下京東，好不好？京東目前的適配的一個問題呢，就是它還沒有適配橫屏，所以說呢，你可以縱向去使用。三屏這裡把京東這個給它打開，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跟剛才 B 站是差不多的了。它是有一個類似於左右分屏、平行世界這樣一個操作。然後我們看一下淘寶，淘寶目前這個適配我覺得就不錯，對不對？它有一點點像小紅書，就是以一個多卡片瀑布信息流的狀態來給大家展示一個一個產品頁面。我試試淘寶能不能豎屏去刷。淘寶就是可以橫豎來通用的。然後我們再来看一下閱讀軟件啊，其中官方這款目前有一個比較大的優勢呢，就是它已經支持这種左右翻書的效果，上下还有这种畫的背景。書的左側是這個相當於書本的左頁，書的右側就是書本的右頁，然後我們可以擬真的去翻頁。如果我們把這個豎屏旋轉過來，你看。豎屏是這樣一個效果，學生課本那種看起來那種大字完全無障礙。再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WPS 辦公軟件啊，假設啊收到了這樣一個圖表 PPT 直接看，比如說我們現在給它播放一下，這個效果是不是蠻好的？現在加入一個表格，大概是這樣一個效果，我們可以通過雙指來直接進行縮放。最後我再給大家看一下遊戲，對於王者榮耀來說呢，你是可以選擇不同的屏幕比例的，比如說你可以選擇全屏，哎。這個屏幕全屏的感覺還蠻好的，這幾個鍵離的我的手邊是有一點遠的。我給大家看一下設置啊，它在設置當中呢，這裡有一個布局的選項，它是可以移動的。當我把兩邊都選到最近位置的時候，這幾個鍵基本上操作起來已經沒有問題了，但是這幾個稍微有點遠。好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同學比較關心啊，就是在 Mate X-T 上最多可以擺放幾個應用同時運行呢？我給大家測試了一下，比如說我們先打開小紅書，對不對？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它放到左上角，然後進行一屏雙任務啊。同時，這是左邊是小紅書，右邊是微博，我可以拉動這個位置來實現，比如說這樣1:2的一個比例。也可以往這邊拉1:2的一個比例，也可以讓它1:1，然後你也可以讓它左右互換。現在呢，華為這個軟件還不支持3個應用同時並排擺放，但是我們可以有一些，對吧？曲線的這個方法，比如說浮窗，看到了嗎？比如說我們把應用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來回拖動，然後這樣是不是就實現了一屏3任務同時操作呢？在這種狀態下呢，我們可以選擇小窗播放。選擇小窗播放之後呢，回到剛才的一屏双任務，再點開浮窗。那現在大家看，其實就是一屏4個任務了。當然了，現在這個4個任務呢，在排列上看起來沒有那麼的規整。我希望華為能夠更快一點的推出一屏3任務。那麼 Mate X-T 它適合哪部分人群來購買使用體驗呢？我認為我最推薦的是2個人群吧。第一個人群呢，应該就是日常在外出出差的时候，对于一款小平板的需求很高的这样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知道，比如是像 Mate X5，它虽然也是有折叠屏，但是因为它屏幕比例的限制，和我们常见的比如说 Word、PPT 或者常见的视频比例是不同的。那对于这部分群体，我认为 Mate X-T 很适配。第二个部分呢，我認為是雙擊檔，就本身有一款，比如說 Mate， 或者比如說有一款 iPhone， 然後你把這個呢當成一個超級便攜的平板，相當於你口袋裡隨時裝了一款平板，然後你想用的時候就給它打開，把一款10.2英寸的平板塞到你的褲兜裡，是我認為 Mate X-T 它核心瞄準的人群。當然了，還有剛才我們提到的第3個人群，就是想享受一下這個路人注視目光的這樣的一個有錢人群啊。另外，從我自己的理解啊，這款產品呢，應該也算是一個華為的以空間換時間，對不對？以一個展開屏的空間，因為往常這個時間點應該有一個更大的絕招。現在呢，這個絕招還沒出現，所以呢，華為呢就先放出這款3折手機來秀秀肌肉。我具體還不知道 Mate 70什麼時間來，但是我相信應該也不遠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們關於 Mate X-T 的一個開箱上手體驗，希望能夠幫助大家了解這是一款怎樣的手機，以及日常使用呢適合誰，有哪些特點。我是周文澤，我們下個視頻再見。